好，我们要持续关心川普这时候消极的停战到底有没有猫腻呢？他这时候在看到了美国的物价高涨之际，他拿伊朗当作是物价飙涨的代罪羔羊。尤其呢，他这时候还不断的播放 AI 的歌曲哦，疯狂的自夸自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总统。专访的时候，他甚至不惜跟记者起了冲突，怒拔麦。现在说啊，福音派的铁粉也不挺川普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呢，伊朗跟以色列虽然暂时停火，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了，现在呢离真的要谈成还有漫漫长路。而美国现在直接面对的就是物价高涨跟油价越来越高，民众过得苦哈哈。最新来自于各个媒体的民调显示，我们来看到35%对于川普的支持度的施政表现，只有35%认为他是表现不错的，跟第一任最低点33%相比，已经只差2%了。36%的民众赞成美国攻打伊朗，但是25%的民众愿意承受战争的代价。现在看起来这些数字都相当的低。那有70%的民众是相当不满川普在处理通膨的问题的，甚至这些支持度是超过拜登时期的63%的。如果现在立刻做一个投票，最新结果会是41%的民众会投给民主党的，37%会投给共和党。也就是说，共和党现在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啊。那川普现在态度非常的消极，他甚至说呢，我不在乎接下来期中选举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知名投资人也提出了一个阴谋论哦，说呢，他现在呢，川普啊，把美伊战争当作是自己完美的代罪羔羊。意思就是说呢，他有点是暗示民众说，物价上涨都是因为战争啊，所以呢，等到美伊战事只要结束的话，这个美国的物价就会立刻的暴跌。那所以呢，川普他很不希望美伊战事立刻的结束，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向子哥怎么看？这2天其实有关这阴谋论蛮好笑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西夫他是投资人哦，不是什么智库，就是专家，他就说川普一点都不想这个美伊战争停止结束，说他会是拖，这不是很违常理吗？那新闻的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美国这个通膨物价上涨到一些很严重的地步，而这实际上是2025年川普在关税啊搞得乱七八糟，全美国的物价就乱掉了。那再乱掉，再加上先前 FED 的部分正准备要换届，所以 FED 也没有办法去调控这个物价。所以呢，就整个美国现在，包括现在能源一打仗，所以现在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如果现在战争结束，物价还太涨的话，那川普不就完蛋了吗？就露出马脚。所以这阴谋论还蛮好笑的。这2天其实在国际间有很多讨论。然而事实是如此吗？但我必须得说，接下来确实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是9号6月9号，但是从明天开始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礼拜。听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哦，为什么？6月10号，美国跟中国同时要公布 CPI。最新的指数，也就是公布了之后呢，到底美国的通膨如何，中国的通膨如何，可能全世界都会为之震动哦。如果大家都通膨的话，第二个部分，接下来6月12号 ，SpaceX 就要正式的上市嘞，要募集超过了750亿美金，这全世界最大的 IPO 上市，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前4年全美国的上市的钱加起来就是 SpaceX 一家，什么意思？他就把全世界不是美国的钱哦，股市现在不是大家炒股票啊，买辉达的股票，可现在又有一个 SpaceX 要来吸大家的钱了。是，今年下半年还有 OpenAI， 还有好几家 AI 会吸掉2000多亿，然后 FED 有可能在年底前会升息，什么意思呢？强势美元来了。最近日币、韩币、泰铢，连我们新台币其实都弱，因为美元太强了，然后所有出现了比现在可能 NVIDIA 更强的更多进入了全世界的股市，所以美国现在其实有个很怪的这个金融的力度。好，我们讲的是通膨，所以这个一方面在美国国内虽然通膨，大家都没有钱买东西，可是他们手上的$1在全世界可是非常非常强势，所以大家不要千万觉得啊，通膨这个川普就完蛋了。美伊战争是这样子，我们要从2个不同的架构去看。第一，现在正在谈判，所以如果谈判谈出结果，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呢，差别是伊朗要的东西是什么？伊朗首先要永久停火，第二个，他要他们的被扣押在美国、全世界当中的超过300多亿美金要还回来。第三个，荷姆兹海峡他们要控制住。然后呢，核浓缩铀感觉起来他们最近这个月有松动，而特朗普在美国方面。川普就是要浓缩铀，
要处理，其他都可以谈。所以你看看哦，他们没有什么太冲突的地方，所以真的如果一谈就结束了。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没有谈成，战争继续打。伊朗跟美国又不同，战争要打下，对伊朗来说，它的续命高就是它的经济或各方面。好，我们现在知道俄罗斯给帮助它，中国也在经济当中帮助它，巴基斯坦也把它打通了好多路，伊朗是可以打下去的哦。美国能不能打下去？美国打下去不是美军的问题，是民意的问题。所以民意的问题就像在川普现在刚刚看到跌到33%，上个礼拜37%，现在继续再跌。所以美国的概念打不打下去是民意的支不支持。好。大家其实都认为说啊，现在民意看衰你，现在期中选举完蛋，但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大家思考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战争结束，往往是因为在政府打仗当中的政府的头换掉了，就政府的体制换了，有时候战争才能停止。在现有的状况，因为大家已经打麻了，那个惯性就持续打下去。所以到底会不会影响期中选举？期中选举会停？我认为主要在于现在这场战争打谈。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这1个多月来，大家有点麻痹了。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美伊战争还在打，还没有结束，但是它最终对于期中选举没影响了。大家都麻了，这些议题很多，美国有一些其他的国内议题，包括通膨，包括刚讲，都包括 SpaceX， 有好多其他的这个 AI 经济也把它搞得头昏脑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会分散，所以这里头这个因果关系到期中选举还有最后大概5个月的时间，我认为也不见得美伊战争必停不可或必结束不可，而后面的影响全看政治影响在对川普当中实质产生了最后的结果。好，所以期中选举有很多的原因会左右它的结果。那这场战事会不会也是其中一环，还要持续的做观察。不过呢，现在看起来这一场美伊战事打到现在已经正式的满100天了。还记得吗？川普当时说呢，差不多打个2个月就可以结束了。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他跟他的说法差这么多？舰长又怎么看？首先啊，这个川普对自己太自信了，而他这个自信呢，因为他长期以来还担任是大老板。所以他们认为他无所不能。我记得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因为他在美国工作，有一次台湾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司老板要到美国去设厂，那他当时跟着旁边在那走，他们看到一片荒地，那个大老板在那里讲了很多的事情啊，我要这样那样那样。他回来之后，那我们碰在一起，他跟我聊，我记得很清楚，他记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以为他是神，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这个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可是他当时接着跟我批评了一大堆，他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他就是这样认为。你没发现川普就是这样子的吗？川普认为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你台湾拖他金边，你就是拖他金边，他不听任何的一点。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川普在商业、在谈判、在交易，他很厉害。可是川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他不懂军事。我怎么说呢？像开始川普开战之前呢，我记得他28号开战，对不对？我27号，我不晓得在哪一个这个节目啊，我有特别分析，我分析了大概6点还7点，说不定就是这个节目。我说，川普绝不会动手，因为他不可能动手，他怎么可能去打伊朗？可是他动手打了。那接着我觉得奇怪，你怎么会去打他呢？那接着又过了一阵子，我突然听到说，川普说我们会派美军护航，荷姆斯海峡被封锁啊。我们会派荷姆斯那个美军护航，然后收费会很低。我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川普在军事方面标标准准的外行。那你既然外行，你就应该要听底下的意见啦。我告诉你，川普这种人是不听的。我说什么，大老板就是这样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认为是神，直到这个碰到黄河，他才会心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你看看，那我为什么说伊朗他不会输呢？伊朗有一个先天的，就是地理环境。你去看那个伊朗，你到了伊朗就知道，它整整一圈外面有一个铜墙铁壁，没有一个地面部队能进去，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以美国的这种实力啊，他坦白讲，美国尽全力，他也可以打进伊朗。可是你要知道，美国的第2大缺点是什么？你们可能想都想不到，它太民主。所有的世界的智库、智囊、军事家在评估2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就算这2个国家一模一样，实力一样，军事实力一样，但我们接着要评估战斗意志嘛。越民主的国家扣分越多。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实际的这个军事，就越民主你越难打，大家意见一大堆呀。你像北韩打，如果说跟某个国家打仗，他们社会会有很多意见吗？他们媒体会有很多意见吗？每个人绝对站在镜中喊的要效忠要这样，这是第二个，因为他民主。然后第三个就是川普太投机。川普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可以速战速决，结果发觉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川普的第二个毛病就出现了，他没有耐性。他只要拖，他才不跟你拖这么久。所以他现在一心一意的就是结束，结束，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念头。好，还要结束这场战事这个对外的战事，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民调。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对内有严重的通膨问题等等但是呢，川普还是不让任何人质疑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他直接在社群上面公布了一段粉丝为他制作的 AI 生成音乐影片。他说呢，不断的在这个影片中不断的重复说，不论我去哪里，他们都爱川普。来看一下这段影片。Trump,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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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Everywhere I go,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Down in Mexico,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Flew to Italy,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好，大家就在看说，哇，这个川普实在是太自恋了，不断的重复的播放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来吹嘘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实的话，我们要来看到是不是福音派现在也正式的跟川普分裂了，甚至出现松动呢？来看到的是一位 NBC 的记者在专访川普的时候，开始质疑川普，川普就暴怒骂这个主持人说他不老实，还有你所属的媒体 NBC 也不老实，然后直接拔麦走人。干哥怎么看？你有看过一个美国总统吗？他在现在，他因为了帮自己暖寿，然后他专门在他自己的那个 FB 上面，他竟然是在什么是放川普的迷音神曲啊。刚刚大家也许听不懂我自己来一段让大家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他唱的是什么？他到底在唱什么？他说 Everywhere I go, they love Donald Trump。然后就一直重复，你这样听起来，我刚刚跟上次那个研究了一下，这很可能像那个节拍就很像什么，也是世足赛的那种你知道Title Song的那种感觉。他不但会搭潮流，你知道，他还会卖弄自己。好，他现在自己在卖弄自己，然后他在卖弄自己唱这个歌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背景的画面是什么吗？他在雨林骑狮子，不然他就是在月球上面就是放火箭。不然的话，他就是跑到印度骑摩托车，反正他都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所以真的连我们中国官方媒体都在想，他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因为他就是在 promote 他自己。可是他在 promote 他自己的同时，你还是要管一下国政嘛。于是就有 NBC 的非常资深的女主播，维尔克他就去专访他。奇怪 ，NBC 为什么专访他，而不在 NBC 的电视台或是他们的 radio station， 而是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铁皮屋呢？然后你知道吗？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因为那个摄影棚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当天下大雨，结果就像我们在摄影棚里面听到雨打在铁皮上面的声音，然后主持人就说这样子录不下去，停，你要总统停下来等你啊！总统已经一肚子气都来了结果气也就算了维克尔他还问川普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2020年你们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退伍军人冲进国会山庄这史无前例这些人听说后来还得到赔偿他们是暴民怎么可以赔偿呢？然后川普火都来了，他说：“我跟你讲，这些人是被 FBI 胁迫的。”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要补偿这些退役军人，然后主持人跟他的立场完全南辕北辙对不对？冲进来的，但是冲进白宫的不叫暴民，那叫什么？然后你还要拿钱补偿他，所以他就说：“总统先生，我们来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川普这时候就爆发，他说：“我告诉你我来1个小时给你拷问也够了，我要走了。左右跟我走吧。”七伤拿了站起来就走了，你知道？然后这件事情就让人家解释，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总统，你连像这么一点点耐心都没有，因为在我们一般民主国家里面，这种事情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因为总统你是属于最高的，你等于是古代的皇帝，可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你们美国最标榜的民主时代，总统不管，除非他是受到了人身的攻击，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才可以说我把麦克风拔掉而走人，不然在任何情况下，你应该要有雅量来接受记者的访问，即便是拷问，你都要接受。对，结果他就这样就甩就走了。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什么？他本来的支持者，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徒白人是他绝大的支持力量，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调查结果显示，像主播问你这种事情，你都不愿意回答，你只捡你喜欢的回答。那很多白人福音派的基督徒就认为说，你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要消灭伊朗的文明，这个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几千年的古国，你可以征服它，但你不能说你要消灭它。所以他在保守派以及传统的势力以及这个坚守白人价值的那个精神层面上面，川普已经严重逾越那个分寸，尤其是他跟教宗梁实是对干对打的那个记录，很让基督徒不能接受。所以他现在其实老实讲一句，在国内的支持度每况愈下，这就是原因。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